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在民间传说中，头七回魂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灵异经历，一般对人不会有什么伤害。今天我们讲述一个不太一样的头七经历。我与女友的感情如鸽子依偎，却因各种原因而不得建立自己的爱巢，日日相思在心，妄想有天能脱离这般欢愉又辛苦的处境。前段时间，我与大学同窗合租的房子遭小偷闯入，财物损失不大，但遗憾的是我的租友在此事中失去了生命。当我赶到现场时，只见租友胸口处插着一把锐利的匕首，鲜血如泉涌出。我大惊失色，立刻报了警。警察赶到后封锁现场，拍了照片，简单查问了我，用封条封住了租友的房间，便抬走了租友的遗体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租友离世后，同事们纷纷劝我搬出此房，说这次是小偷，下次还不知会是什么歹徒进来，要是命丢了都不知道。他们如此一说，我也心里有点畏惧，但房租便宜，离公司近，我并无搬迁的念头，反而我想如果女友来陪我就好了。于是我趁女友生日那天，买了99朵玫瑰和一个心形慕斯蛋糕，铺了粉红色地毯，撒满玫瑰花瓣，布置出温馨浪漫的氛围。女友射手座，定会喜欢这种超现实的浪漫。等她来了，我再表达我的小心思，她定会欣然答应。不是有句话吗？在恋爱中，女人都是感性的动物。她来时，身穿粉红色洋装，腰身处扎得很紧，本就不胖的她，这般打扮使她的身段显得玲珑有致。月光如银色之料披在她身上，胸脯处闪烁着起伏的曲线，迷人的浅笑容情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美得令人心切颤。在优雅安详的氛围下，我们先点了蜡烛，随着一支支色彩斑斓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，她的脸上映上了一片红晕，在烛光下更显娇美。她还沉浸在温馨浪漫的气氛中。我趁她闭眼许愿时，悄悄将藏在桌下的红玫瑰取了出来。亲爱的，你可以睁开眼了。女友万分兴奋，火红的玫瑰散发淡淡清香，同时也迷醉了2颗青年心。几乎没什么前奏，我们就相拥住躺在了床上。我们彼此探索又彼此吸引，一时堕入谷底又飞上云巅。事后，我搂住她柔声问：来跟我一起住吧，房子寂寞，我一个人住不惯。果然，她像只温顺的小鸟依偎在我怀中，娇娇地说：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良宵已刻至千金，正当我精神抖擞打算再与她温存时，突然客厅里传来脚步声，一点一点向我们的卧室靠近，然后是门锁扭动的声音。脚步声在卧室门前停了下来，定定地站立在门外，沉默而安静，似乎是在细细地听里面的主人是不是醒着。女友也听到动静，在被窝里发抖。我示意她穿上衣服，然后我蹑手蹑脚地从床下摸出一根铁棒，是以前租友走时留下的，说是可以防身用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。我躲在卧室门旁，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只要他一进来，铁棒会毫不犹豫地招呼在他的头上。敢破坏我的好事，这不是自取灭亡吗？我心中悄悄地想着。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，时间像凝固一般。我躲在门后，心跳加速，脊背发凉，手中也渗出汗水，但那人还是没进来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凝神屏息地静待事情发展。躲在床后的女友也战战兢兢地死盯着门的位置，连呼吸都静止了。事后女友告诉我，那时门缝只开了窄窄的一条，一只血红的眼球僵硬地转动着往里窥视，片刻后门缝又轻轻虚掩上了。小偷好像并不想进入卧室，
因为我听到客厅里继续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随后是沙发移动和桌椅搬动的声音。他好像要找些什么东西。我示意女友不要害怕，一切有我呢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屋外的动静静下来，我正要考虑要不要出去时，卧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一幕。闯进门来的不是小偷，他竟然是死去没多久的租友。我只看到他血肉模糊，眼歪鼻斜地闯了进来，身上那把锐利的匕首正卡在他的胸膛正中，血水一股股往外渗。女友吓得面容失色，惊惧地叫了起来。那一刻，我脑子也短路了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世界上真的有借尸还魂一说？还没等我从惊惧中醒悟过来，租友睁住一双灼澈的眼睛看住女友，悠悠地问：“你是谁？怎么在我的屋子里？”女友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嘴唇打颤。因为当时我在门后，租友并没有看到我，但女友的眼神却出卖了我。她转过头来，看到躲在门后的我，愣了几秒钟后，她一如往常的平淡口吻说：“杰仔，你还好吗？”我应该如何回答？难道说你走后我将女友接了回来，我们一起在合租的房子里翻云覆雨，缠绵不休吗？脑中飞速闪过几个念头，想了一会儿，我才战战兢兢地说：“还好，你这是……”租友看着我失魂落魄、惶恐不安的样子，摆了摆手：“算了，看得出你过得不错。今天是我头七日，我回来拿个东西就走。”“什么东西？”看着租友并无害人之心，我惊惧的心才稍微和缓了一点。“一撮头发。”“头发？什么头发？”“杀死我的那个人的头发，我死前在和他纠缠的过程中抓下来的，被我塞进了沙发缝里。我本以为警察会找到，然后通过 DNA 检测出那个人的身份，可让我失望的是，他们只是一群草包。你找到了吗？”我满怀歉疚地问。“找到了。”租友从染满了血迹的衣兜里掏出了一把深咖色的头发。租友又看了我和女友一眼，叹息了一声，失神地朝门外走去。我目送着他消失在夜色中，嘴角浮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，将手中的头发抓得更紧了一些。女友惊吓过度，以至于像受了电击一样，精神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。我将她揽进了怀里，低头吻着她光滑的额头。在惨白的月光下，我用手撩了撩头发，遮住了头顶一块秃着的地方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